PTCG Pocket 自上线以来就被誉为宝可梦手游的新奇迹。它不仅借着强大的 IP 的号召力吸引了全球玩家，更在2024年12月迎来了高光时刻，当月收入就突破了1.19亿美金。这样的成绩放眼整个卡牌手游市场都是相当罕见的。堪称卡牌类游戏中的吸金怪兽。随后在2025年的前几个月，它依然保持着数千万甚至近亿美金的惊人流水，成为许多同类望尘莫及的一个存在。然而，由于官方一系列的骚操作，以为这股热潮会持续的走高时，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收入曲线开始急速下滑，从6700万、6300万一直跌落，甚至在触底到仅3800万美金成绩的卡牌印钞机。为何在短短数月之间跌到了这样的一个低谷？是玩家热情消退，还是游戏内容未能持续吸引呢？大家好，我是童年阿成。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是有订阅的。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那这次进入本期的视频吧。先从财报来看的话，第一个月的收入是占到1.19亿，绝对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并且距离第二个卡包晃游岛也是相差48天，让玩家有喘息的一个空间。再加上毕竟刚刚开始，所以第二个月的收入依然是非常可观的成绩，来到了6700万。虽然收入是有降低的，不过也是非常合理的，毕竟第二个的这个卡包只推出了一个迷你包，而在第三个扩充包中，时空激斗的收入是有明显的回升的，再次回到9100万的位置。并且在当时推出到了一只影响后续环境的超强单卡达克莱伊，而下一个卡包超克之光的成绩才是最亮眼的。虽然只推出了一个扩充包，不过确实以个人的热度再次把业绩冲回到8600万的成绩。我相信这个成绩是连丽娜都可能没有想到。虽然超克之光的卡包并没有说是有非常强大的卡片一直不断的在后续的环境使用，不过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卡包，因为它的所有的宝可梦都是围绕着阿尔宙斯来做展开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卡如果要发挥效果的话，都必须让阿尔宙斯在场，在当时来说算是非常新鲜的。而下一个扩充包是玩家噩梦的开始。应该说这个扩充包刚推出的时候，玩家其实还是保持兴奋的态度的，毕竟是第一次推出异色的卡包，而且还是宝可梦最热门之一的喷火龙。我相信在看视频的大家或多或少都一定会认识喷火龙，并且我相信也是许多玩家在那时候回锅的。再加上本身这卡包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拥有非常恐怖能力的这个鬼龙，并且鬼龙和上一个卡包介绍的这个达克莱伊的搭配，在目前的版本依旧是毁灭级别的存在，让你在不充钱的情况下依旧能够用旧时代的构筑来打比赛或者排位的环境，基本上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卡牌又强又帅，可是官方的骚操作就是在下个版本开始。到了5月，新推出的卡包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代双天之守护者，并且收入也是达到了非常漂亮的8000万，虽然有一些下降，不过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而这个扩充包就是丽娜螳螂的开始，他们在这个扩充包正式引入了闪卡复刻，当时很多玩家还算满意，觉得闪卡复刻算是新鲜的点子，新玩家也有机会拿到旧卡的闪的版本。因为一款游戏绝对不能只照顾老玩家，肯定也是需要照顾新玩家的。这样的话，新玩家也是不需要去抽一些太过时的卡包，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对吧？但对于当时还觉得新鲜的玩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绝望的更新。对玩家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称之为 God Pack， 就是神包，是会拿到实境卡或者更稀有卡片的这个卡包。但闪卡的引入彻底搞乱了这个神包的几率，因为异色卡加入神包后，抽到假神包的概率大幅的增加，异色的加入不止在神包这边搞得非常混乱，也让对于只想要收集到新卡的老玩家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版本新卡没抽到，而是一直抽到旧的异色卡片，我相信这是目前还留在这个游戏的大部分玩家都懂的一种痛。这其实就是间接的一直去引导着玩家去抽更多的卡包，但是哪怕你抽了更多的卡包，你依然是会抽到闪卡，而闪卡对目前大部分的主流环境都是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只有少数抽到像忍蛙这种才有机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不过那真的是非常少数的，大部分的这个异色卡都是无法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的。
而6月推出的 HA 扩充包1次元微机收入再次降低到了5300万，虽然比其他的迷你包还低，但是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相对于之前的迷你包来说，并没有差距到那么多。再加上日月系列本来剧情就是超棒的，还引入了平行世界和另类世界的设定，再加上整体出的卡片强度和这个造型都是还蛮不错的。不过下一个扩充包的成绩就确实下降了非常多，伊布花园总共才赚了3800万，相对于之前来说是下降非常恐怖的。对Dina来说，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彻底的意外，毕竟伊布牌组竟然没能赚钱。在实体的 TCG 里面，伊布进化系统一直是被当作金矿，甚至不止在卡牌里，应该说伊布在全世界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和认识的一个宝可梦，周边的销量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在 PTCGP 里，伊布花园的销量竟然没有非常高，并且从结果来看的话，反而还创造了历史最低的收入。即使是仙子伊布一叉对环境有非常大的影响，大部分牌组都会塞进去，相当于游戏王的汤浴之虎，但它依旧没能让玩家愿意砸钱。一个大部分玩家喜欢的宝可梦，再加上改变整个环境实力的卡牌，竟然创造历史最低的销量，这很显然不合逻辑。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玩家已经厌倦了异色卡牌了，毕竟无氪和氪金的玩家都会只会觉得心累，等于说 Dina 用自己独特的运营，同时惹怒了全体的玩家。来到了8月的扩充包天与海的指引，算是直接把 PTCG 包给直接打入一个低谷的环境。即使有怀旧的传说宝可梦凤凰和洛奇啊，但是相对于7月份的迷你扩充包而言，仅增加了1200万美元的收入，但依旧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去回顾所有主系列扩充包的收入，天与海的指引算是所有大扩充包里表现最差的。可以看到玩家并没有因为怀旧而大肆氪金的情况。虽然老一辈的玩家都是比较喜欢成都地区的，也期待已久，但是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系列并没有真正的 meta 影响，即使有太阳伊布一叉的崛起，但说实话，只为了一个卡牌而抽整个卡包显然是不理智的。想要保存沙漏资源的话，直接用旧的扩充包里的达克鬼龙来打目前的这个排位和环境都是非常足够的。如果我们从迷你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超氪之光相对于前期的这个卡包和后期的这个伊布花园，收入从8600万下降到了3800万，等于说是下降了55.8%。只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下降到这么恐怖。而如果我们以大颗的扩充包来说的话，时空激斗的收入从9100万下降到了天与海的指引的5000万，总共是下降了45.1%。虽然官方的财报有提到玩家大量流失，不过玩家有没有大量的流失我是不确定的，我只确定芊芊确实是大量的流失了。虽然这款游戏上线还不到1年，即使收入波动这么大，但它依旧是稳居全球手游 Top 4的排名。所以问它是不是快凉了？从目前来看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的。哪怕它收入再次的降低到1000万，依旧是可以罢版的，并且不会凉的。但如果 Dina 不快速的采取行动的话，玩家数量和氪金的玩家必然是会减少的。它确实是有可能会掉到像 Pokemon Master ES 同级别的这个风险。总结来说，玩家减少消费和提不起兴致的原因就是那几点，就是卡值膨胀太快，抽卡率被乱搞，不到1年就把这个 TCG 积累多年的问题一次过直接给它搬过来。不得不说非常的有效率，再加上闪卡不是玩家真正想要的，除非像 Shiny Reverie 就是我们的这个开放异彩的卡包对 Meta 是有一定影响能力的，或许才是玩家想要的，并且是这个闪卡是能成为主流的卡才是玩家想要的。再加上活动确实是太单调了，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吸引力，奖励如果还不错的话或许还好，问题是奖励也给的不多。PVP 排行的奖励的话就一般般吧，我不能敢说它非常多，也不敢说非常少。但是最重要是扩充包更新的太频繁，从一开始的45天的更新速度变成后期的这个27到30天的更新速度，许多玩家的钱包是完全跟不上的。平民玩家的话绝对是更惨了，一包还没抽好，下一包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看了这个收入的财报后，就更确定为什么 Dina 会在世界赛后赶紧马上放出消息，宣布秋季会时装 Mega 宝可梦。相信这个最主要还是为了把这个热度维持到1周年，这样子的话他就有机会补救。如果大家有想补充或者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因为目前观看的观众只有2%是有订阅的，你们的订阅和按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那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拜拜。